来长崎玩的时候，说到必买伴手礼，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蜂蜜蛋糕。咦，那蜂蜜蛋糕跟长崎蛋糕哪里不同？皆さん、僕の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呀！大家好，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吉田浩一。大家有听过长崎 Nagasaki 吗？位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县，拥有狭长的海岸线。因为以前跟欧洲贸易的历史关系，是日本非常重要的港湾都市，因此受到很深的西方文化影响，而当地的美食跟建筑物也充满了异国情调。之前拍过东京人之事、京都人之事的影片之后，有很多观众在下面敲碗，想看我介绍日本其他地方的人之事。我这不是来了吗？身为大家的日本小老师，今天就让我介绍长崎4个绝对没听过的惊奇人之事，继续带各位深入看日本。6浪起来，在进入正题之前，记得先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还有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哦。然后对我的日本有兴趣的人，也欢迎追踪我个人的 IG 跟 FB。那我们开始吧。来长崎玩的时候，说到必买伴手礼，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蜂蜜蛋糕。咦，那长崎蛋糕又是什么呢？蜂蜜蛋糕跟长崎蛋糕哪里不同？今天就让在下为各位介绍卡斯蒂拉蛋糕小知识。一般人常听到的长崎蜂蜜蛋糕，日文叫做卡斯蒂拉，源自于葡萄牙文 castella， 是一种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糕点。传统做法是把鸡蛋、砂糖跟面粉这3种材料打发拌均匀之后再蒸烤而成。卡斯蒂拉在1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在长崎当地发扬光大，并且逐渐在日本各地发展出不同的卡斯蒂拉，所以才会称作长崎蛋糕。虽然卡斯蒂拉常被台湾人称为长崎蜂蜜蛋糕，甚至很多人简称蜂蜜蛋糕，但其实传统做法的原版卡斯蒂拉没有加任何一滴蜂蜜的，只是传到台湾之后，有些店家为了增加蛋糕的香气跟甜度，会制作的时候加入蜂蜜提味，创造出了新版的卡斯蒂拉。久而久之，大家才以为长崎蛋糕就是蜂蜜蛋糕。但结论是，长崎蛋糕不等于蜂蜜蛋糕哦。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恍然大悟呢？一开始跟台湾员工讨论卡斯蒂拉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蜂蜜蛋糕、长崎蛋糕，傻傻分不清楚，甚至有些人从小到大都以为蜂蜜蛋糕就是长崎蛋糕，原来这都是甜蜜误会啊！被称作海上最大废墟，位在九州长崎的军舰岛，大家有听过吗？有去过吗？军舰岛군칸島原名就是叫端岛哈西马，原本就是一个简单，但从明治时代因为在这里发现煤矿，在经过6座人工填海造岛之后，岛的面积慢慢扩大，最后才有现在的规模。因为这座半人工岛屿的外形很像军舰，所以才被叫做军舰岛。军舰岛曾经因为开采海底煤矿发展矿业而繁荣一时。据说当时岛上的居民超过5000人，所以岛上有学校、医院、城市，有住的不止如此。其实日本第1栋钢筋混凝土公寓就在军舰岛哦。但为什么军舰岛会没落呢？主要是在1960年后，石油取代了传统煤炭能源，军舰岛的煤矿厂关闭，岛上的居民也全部撤离，就变成了一座海上无人的废墟。后来在2009年，因为发展观光，军舰岛才又重新开放，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很多人误会整座军舰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但这是只有岛上的岸壁跟海底坑道等历史遗迹，是用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製鉄製鋼造船石炭産業的名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前有很多的国外电影是以军舰岛为原型制作，像是韩国曾经拍摄军舰岛电影，日本也曾在这里拍摄《进击的巨人》真人电影版。大家有机会来长崎的话，非常推荐搭船来感受一下现场的震撼。不能来的朋友们可以用 Google 实景地图线上参观，还能看到平时没办法进去的区域哦。日本農林水産省農林水産省之前曾经举办農産漁村の郷土料理100選的票选活动，通过国民投票票选出日本各地区具代表性的乡土料理。而长崎被选出的代表性美食有韩庄乌龙面、タラうどん、香拌面、ちゃんぽん、桌府料理、西坡料理跟佐世保汉堡、佐世保burger。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都是充满异国风情的料理呢？这跟长崎的历史发展
很大有关系。在日本锁国时代，长崎县的出岛是日本唯一获得幕府承认能跟荷兰还有中国进行贸易的窗口。因为长崎靠近东亚大陆的地理位置，饮食文化受到西藏和冲绳很大的影响，逐渐发展出属于长崎独特的当地美食，像是来到长崎就一定要吃的强棒面。强棒面又叫做日式什锦面，相信台湾人对这道料理一定不陌生。明治时期，长崎一间叫四海楼的中华料理餐厅创办人在当时为了让中国留学生能够用便宜价格吃到营养丰富的料理，才开发出这道强棒面。所以强棒面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一大碗汤头里面就同时吃得到猪肉、海鲜、蔬菜的多种配料，惊讶手嘎朵啊！再来说说佐世保汉堡好了，明明是在日本，为什么美式汉堡会被选为长崎的代表性料理呢？长崎县的佐世保港是日本重要的军港之一，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佐世保基地 Sasebo Kichi， 也有美国海军的佐世保舰队基地。也因为作为美军基地，佐世保在饮食文化上深深受到美式风格影响。就说是在1950年左右，从美国海军听到汉堡的食谱做法，佐世保在汉堡店从此诞生。特色在于每一家店所卖的汉堡口味、限量跟分量都不同。介绍完我肚都饿了，突然好想吃汉堡啊！最后一个也是长崎的超级冷知识，大家知道日本岛屿数第一多的都道府县就是长崎县吗？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海上环球的资料，长崎县的岛屿数多的941个，包括99岛、对马岛和五岛列岛等离岛。我一直以为北海道是最多岛屿的地区，没想到长崎才是第一名。虽然长崎县的面积在日本只排名在第37名，但是海岸线长度却有4195公里左右，占日本海岸线总长度的12%。也因为长崎县地形多山，人口大多集中在沿海平地，加上离岛很多的特性，长崎县交通非常仰赖海运跟空运，才能往返长崎县本土和不同离岛之间。大家有机会来到长崎的话，不如尝试看看跳岛旅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了4个长崎冷知识，大家看完有更了解长崎这个地方吗？如果还想知道日本哪些地区的有趣小知识，欢迎留言许愿，未来也会继续推出更多的日本冷知识系列影片。另外，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自己的日本选物社团咯，原水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直送台湾。欢迎喜欢日本小物、日本商品的大家，在 FB 搜寻立即 shop 脸书社团进来逛逛咯。最后，喜欢我的频道，别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ほな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軍艦島のガンシャ君とともにさようなら。